开始吧。不好意思，借过。小张，小张，怎么样？迟到了吗？局长已经进会议室了，这是资料。哦。去年6月19日凌晨1时许，被害人张晴死于陈文松家中。根据当时已有的证据，我们迅速锁定并抓取了犯罪嫌疑人李飞。检察院以李飞抢劫、强奸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，对于他杀人的证据不予认可，要求我们服从侦查。可是李飞供述只承认抢劫和强奸，拒不承认杀害了张晴。是这样，局长，根据法医的尸检和技术人员给出的报告，杀害张晴的作案工具是一条绳子，而现场有李飞的痕迹。李飞对张晴实施完抢劫和强奸过后，害怕其报警，所以将其杀害。作案动机、作案时间以及现场勘查的所有结论，全部直指李飞。至于他杀害张晴的那条绳子，我们判断要么就是被他销毁了，要么就是被他扔掉了。但是由于李飞不承认杀人，所以我们是以零口供的方式报的检察院。零口供，那就是说证据链就要更加的完善。我提2个要求啊：一，加大对李飞的审讯力度；二，树立证据线索，完善证据链。老李，局长，我不行，我这后面还有3个案子。啊，行，我知道了。老朱，领导，我这还有好几个。别说了。局长，我能办这个案子。我立军令状，7天，7天之内我肯定破案。你啊，还立军令状了？桌上那本书是怎么回事？我还没找你去呢。嗯，回去写份检查，明天交给我。来，坐。哎，最近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伤好了没有啊？不碍事儿了。刚才会上说的你都听到了吧？听到了。这个奸杀案呢，之前是吴队负责，可是他现在去办部里的专案了，而且这个案子特别棘手，所以我来负责。那你所里的工作什么能交接完？我现在回去交接，明天就能来报道了。行，那我现在去交接。怎么换了个女的呀？你还挑上人了？不是，换人好，换人就能帮我查清真相了。我真的是被冤枉的呀。好，那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好好说一下案发当天的全过程，不要遗漏任何一个细节。我一定实话实说，一丝不落。2018年6月18号，是端午节，白天我去他家修水管。好了，好了，不漏了。师傅辛苦了。哎，没事。给您喝个冰饮料。哎呦，谢谢啊。师傅多少钱？水管的费用，你给80块钱吧。好，那我扫您。哎，好嘞。您能给现金吗？为什么？我是妻管严，想攒点零花钱。好，那您稍等。哎，好嘞。
给您。我看他一个人住，我就想着晚上去他家偷点东西。几点到了张琴家11点50。晚上11点50。啊。进去以后怎么被发现的？我白天在他们家修水管的时候，没有发现他们家有狗，结果突然窜出一条狗，把我吓了一大跳。那怎么会强奸被害人的？开始我真的没想其他的，但是他家又没有几个钱，又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。别杀我行吗？别的，我求求你，别杀我！我一看他长得还挺好看的，我就动了邪念了。你别杀我，求你了，别杀！然后呢？我就把他双手双脚绑在了床边，我就完事我就走了。绑在那里你走的？啊，走的时候有见到过别人吗？没有。你从他们家离开以后去哪儿了？回家了。然后你怎么回去的？走了回家。走了多长时间？走了1个小时。那天什么天气啊？下着大雨呢。你打伞啊？我穿着雨衣呢。你说他们家有只小狗？啊。狗呢？我把它绑在厨房了。拿什么绑的？就是那种牵狗的绳子呀。哪儿来的牵狗的绳子？就是他身上那条狗绳啊。没动过？我没动过啊。你怎么看啊，石洛？李飞肯定说谎了，他知道赖不掉，于是只承认了强奸和抢劫，把作案工具销毁，咬死不承认杀了人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他回忆的时候是往右上方看的。走的时候有见到过别人吗？没有。看上右上方什么意思？人在回忆的时候会看向左上方，在说谎的时候才会看向右上方，所以他说谎了。你这都哪儿学的？小说里看的。江组长，你怎么想的？我把李飞之前的审问记录都拿出来看了一下，每一次的提问呢，有相同的地方，也有不同的地方，但是每一次他的回答都没有自相矛盾，所以我的判断他没有撒谎。江组长，你是不是太久没办案了？别被他2、3句话给骗了。我不相信有这么巧的事儿。并没有什么巧合，但是有疑点。他说受害人的小狗被他拴在厨房里了，可是为什么案发现场没有找到那只狗？那肯定是案发之后跑了呗。只要存在疑点，
咱们就要把它查清楚。今晚读书分享会，希望大家准时参加。来，坐。抱歉啊。刚才啊，我们大家都已经分享的差不多了。这样，你最近有没有看什么新书好书？要不你给大家分享分享？是啊，最近还真没有怎么读书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所以太谦虚了。那你就给我们讲讲有什么奇特的案子，分享给我们大家听听，行啊？这哪有什么奇特的案子呀？警察不像是小说里写的那样只办理大案要案，其实平时更多的是处理一些街坊邻里的琐碎事儿。是，人家警察都对案件保密，哪能随随便便讲给你们听啊？哦，对了，我最近读了这本《黑雨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读过？哦，听说是今年最好的小说。对，是挺火的。这本小说是讲述了一个警察在一个雨夜，无意间发现了一具尸体，根据这具尸体破获了一桩19年未破的谜案。虽然我没读完，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我随便给大家分享。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好，来鼓掌欢迎。他沿着斜坡往上走，雨水沿着斜坡向下流动，从他脚边划过。鸟笼形的复古路灯发着昏暗的光，照在水泥墙面上。墙面是不知哪个孩子画下的城市涂鸦，单色的涂鸦和远处那些闪烁着霓虹灯的高楼大厦形成鲜明的对比。突然一阵狂风刮过，不远处青绿色的铁门随风晃动，一个路灯也撑不住风力，摇晃着。你们看这段对环境的描写和案发现场一模一样。他沿着斜坡往上走，鸟笼形的复古路灯发着昏暗的光。水泥墙面上不知哪个孩子画的城市涂鸦，单色的涂鸦和高楼大厦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这些是我昨天晚上拍的。城中村的主干道是一条斜坡路，站在斜坡路上也能看到远处的高楼大厦。你们再看这儿，青绿色的铁门，就是张晴家的大门。但这很可能代表这个作者去过这个地方。这本书同时写到了城中村停电了。我去问过张晴家周围的居民，近2年来就停过1次电，而停电的时间刚好是受害人张晴死亡的时间前后。也就是说，这本书的作者顾继明在案发当时很有可能就在现场附近，甚至有可能他就是凶手。
我知道这很巧合，但是福尔摩斯说过，排除一切的不可能，剩下的不管多么难以置信，它一定就是真相。我昨晚特意去了一趟案发现场周围，我能清晰地感受到，如果一个人不是置身于这个环境之中，是不可能写出还原度如此之高的描述。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见见这个古井。斜坡路灯涂鸦。你指望我们拿着这个去找局长，然后告诉他这个有可能成为这个案件的突破口，并且让他同意你去找那个作家了解情况？你觉得可能吗？我们当警察的确实需要大胆的猜测，同时也要严谨的求证，凭证据说话。毕竟咱们破案不是写小说，对吧？光靠猜测也不行啊。是，这些确实都是我的猜测，但是我们可以去查呀，万一呢？好多小说里写的那些就是侦探小说看太多了，那现实当中哪有那么多巧合呀？这样吧，确实靠猜测没有头绪，我们先把重点放在案件本身，从咱们现有掌握的线索开始，不要放过一个线索，好吗？知道了，组长。我先去忙了。嗯。张琴案啊，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，我有一个想法啊。被害人养了一只小土狗，可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却没有找到这只狗。对，而且我们当时附近都找了，都没找着。对，这个就很奇怪。石洛呢？哦，他身体不舒服，请2天假。哦，这样啊，我重新看了一下李飞的审讯记录。他在里面说到，他说我把那只小土狗拴在厨房了。拿什么拴的？狗绳。所以组长，你觉得作案工具是狗绳？我想我们之前可能陷入了一个误区。我们知道张琴是被勒死的，案发现场没有找到作案工具，所以我们就会推测说作案工具是由外部带进来的。但是它也有一种可能性。作案工具就在案发现场。你先回去等通知吧。哎，什么时候有消息？下个星期差不多。行。你先去开车吧。好。喂，石洛啊，说你病了，怎么了？哎，没事，就是有点发烧感冒。啊，那你多喝点水啊，不行就去医院。我肯定不会耽误工作的，我一定会好起来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身体是第一位的，你赶紧休息吧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现在就躺在床上休息呢。那个谢谢向组长关心啊，那没什么事我就先挂了。
姨你也去放海啊？你说谎话。撕了。李薇说是狗生在厨房里。这么长时间还有没有狗食儿了？哎，全是小狗的照片。但是看不见狗食吗？他们家还有没有大照片？你找找，一般他们都给小狗拍照片放在相册里。相册，我记得在书架。云姐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也没有狗绳啊，线索断了。谁说线索断了？这不是晴姐跟花椒吗？认识她啊？对，晴姐经常在附近救助流浪狗，来我们这儿打针。他们家小狗用的狗绳是在你这儿买的吗？对，晴姐是我们这儿老主顾了，所以小狗用的东西啊，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儿买的。那消费记录能帮我们调一下吗？稍等，那我查一下啊。来，照片还你。哦，查到了，这儿。去年的5月17号，他带狗来洗过一次澡，然后还买了一袋狗粮，还有一根狗绳。他买的那个狗绳店里还有吗？现在？哦，有，我帮你拿啊。就这条。这条。对。我们买一条。确认过了，这个狗绳的纹路、尺寸都和受害者脖子上的痕迹相吻合，也就是说，勒死张晴的作案工具很可能就是狗绳。当时案发现场门是开着的，但是吴队带我把附近都已经找过了，都没有发现小狗的踪迹。我在想啊，这根狗绳是不是还在小狗脖子上？就算在他脖子上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还能找到吗？找小狗的事儿交给我，你们俩继续梳理一下张晴的社会关系。好。早不感冒晚了，天天用凉水才感冒。为什么今天刷短视频的人越来越多，而看书的人越来越少？因为短视频是情绪的产物，它不需要思考，也不需要想象。但人类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我们拥有思考的痛苦和想象的浪漫。这也正是阅读的意义。所以，越是短视频强势的今天，
我们中文系的同学越要沉住气，多出优秀作品，把短视频的受众重新拉回到思考和想象中来，这才是我们中文系同学的责任和使命。大家手里都有我的这本书吧？有。请大家把它举起来。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它太重了。所以我希望学出版的同学能把书做得再轻便一些，这样能更方便我们携带和阅读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学长的分享，接下来是顾学长和学弟学妹们的交流环节，欢迎大家提问。这位同学吧。顾学长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那个写书赚钱吗？好问题。写书当然赚钱了，但不会以你希望的方式赚钱。你想把才华卖给这个世界，但生活通常会附赠一些你不想要的其他的东西。有请下一位同学。学长你好，我想和您聊一聊《黑雨》这本小说。你好。谢谢。小说中的很多场景都让我身临其境，请问你是有相关的经历吗？这本小说是我虚构出来的，虽然说真实的经历可能会更有感染力，但我写的可是一本犯罪题材的小说，我不能真的去犯罪吧？我来自秦江，小说中有段场景的描写和秦江某处地方一模一样，请问你是按照那里的场景写的吗？是吗？那这可真是纯属巧合了。您去年端午节是不是去过秦江啊？我好像在秦江见过你。你肯定是认错人了。前2天在秦江办签售会才是我第一次去。谢谢这位同学。感谢这位同学的积极发言。由于我们时间有限，今天的演讲就到此结束了，请各位同学从后门有序离场。谢谢老师们，谢谢同学们。这人来能多聊。今天演讲能剪出几条15秒的短视频，回头发网上。好。哎，强哥，我是洛。哎，石洛啊，怎么样？变好点了吗？哦，好多了。强哥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我一猜你给我打电话就没好事。说吧，帮什么？你能帮我查行程记录吗？查谁啊？顾启明。干嘛呢？哦，那个站起来歇会儿，明天累了。石洛给你打电话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也没什么事儿，给我打什么电话？我俩没什么可聊的。当然，他让我帮忙。帮什么忙啊？查顾启明。黑雨的作者，他是不是装病去方海了？
你都查到什么了？哦，根据顾启明的信息，案发前还有案发当天，火车、酒店还有公路，反正都没有他来过锦江的消息。怎么不查飞机啊？我查了，那天端午节下大暴雨，所以所有的进出港航班全都取消了。石洛应该是判断错了，顾启明跟这个案子没什么关系。你确定那天所有的航班都取消了？我确定啊，我专门打电话到航空公司确认的。你忘了，明姐，那天你受伤了吗？还做手术，绑着绷带在医院。要不是因为你受伤，这案子就归你负责了。你看没，人粉丝量多少，是吧？你这必须得，这才行。你好，哎，您好，您是？哦，我是。您是来采访的？哦，对对对，我是来采访的。这边吧。主编啊，又来一个采访的。哎，好，稍等啊！哎，回去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哪个报社的？《秦江日报》。哎呦，这么远呐！啊，是贵姓？我姓石。好，小石辛苦了啊！稍等我。来吧。来什么？不先照个相吗？哦，不照，我们只采访。文字采访啊？哦，对。哎，也行。哎，来，坐。来。哎呀，这大老远来的，咱们这个边喝茶边聊啊。不用麻烦。哎，我想问一下顾启明。这来这儿不都是问顾启明的吗？他呢，在我们杂志社工作的时候呢，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编辑啊，主要负责这个稿件的筛选工作。从他筛选稿件呢，我就能看得出来啊，他对这个市场啊，有非常强的洞察力和敏感度，这也是他小说能畅销的主要原因之一啊。这个老顾呢，是中文系毕业的啊，然后呢，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文学，我发现他的文学素养也很高。然后工作之余呢，他就开始写小说，我就鼓励他，我说年轻人啊，一定要有梦想，是过来人。我打断一下，我想问一下，顾启明去年6月18号端午节周一，他在杂志社吗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是想了解一下节假日的时候，他还依然在工作吗？嘿，咱私下说啊。都是年轻人，好不容易放个假，谁不安排点自己的事儿？19号呢？上班了呀？他也来上班了吗？来了。哎，这也是老顾非常优秀的。除了他父亲生病住院请了一次假，全勤呐，他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梦想而耽误本职工作。梦想，对，刚才我们说的梦想啊，我是过来人，我知道梦想是很可贵的。而且呢，拥有这个梦想的年轻人呢又很脆弱。我们接着聊顾启明吧。黄主编，哎，这有个文件，签我的签个字。好，稍等。哎，对，小李，你是不是在《秦江日报》实习过？哦，对。这是你前同事啊。小李。好久不见啊！你来这儿上班了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不记得你了。哎呀，就上次咱们各部门聚餐，那天喝的都太大了。我坐领导隔壁那桌。那小李酒量不行啊。对，我有印象了。哎，你过来采访。对，都这样嘛，都富跑。不客气，大老远的。你们先忙，我去打个电话。好。明姐，你让我打印的东西。我陪你一起去吧。行，那去换便衣。好。那个，你也去看看你那个前同事怎么还没打完电话。好嘞。主编啊，今儿采访这么快，那记者都走了。
还没放完呢呀？真走了？明姐，我来吧。没事，你到前面去听。哦，橘子，我们走了。几点走了，橘子？哎，阿姨，你见过这样的一只小狗吗？没见过。您住附近吗？我住在这附近是。啊，那平常你们遛狗有见过这样的小狗吗？我是去年年底刚搬来，真的没有见过。哦。哎，姑娘，这个前面有一个是海鲜市场，那有很多流浪狗，你到那儿去找一找。哦，真的？嗯，行，谢谢阿姨啊。不客气，前面哈。哎，前面。嗯。哎。您干嘛？啊，不好意思啊。病好了？组长，您就别逗我了。服从命令，听指挥，记得住吗？啊，像你这样的，无组织无纪律，一个警队怎么合作办好一个案子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错哪儿了？我不该冲动鲁莽，我不该擅作主张。但是，我也是为了查案。说说你在方海的调查结果。案发那天，顾锦明说自己不在秦江，我在他之前工作单位也证实了这一点，没有什么疑点。可能是我想多了。一般来说，一个案子都有多种侦办方向，有这样的结果很正常。走吧，跟我去趟张琴家，再走访一下周围的住户，说不定有新的线索呢。组长，刚刚小张给我打电话说找你，我说咱俩一起去现场了。他没说什么事儿吗？他说不着急，等你回局里他再找你。你喜欢小张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偷摸看人多少回了？你以为别人看不见？不是，你才回局里几天呢？这就……太厉害了，组长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当我师傅吧。我有那么老吗？不是，这跟年龄没关系，你多带带我呗。我知道我的性格有点鲁莽，之前局长让你当专案组组长，我知道你是做户籍警的，我心里还有点疑虑。但是强哥跟我说了，在我去方海的这几天，你就查到作案工具是狗绳，我打心眼里佩服。组长，你当我师傅吧，你多教教我。行，小伙还挺诚实。那看你表现吧。
好嘞，师傅，看我表现吧。师傅，那个事儿，你能不能帮我？干嘛呀？什么事儿？小张的事儿，帮我保密。我怕你说出去乱了我节奏。哎呦，行，按你节奏来，我都懒得跟人说。一会儿到了以后，咱俩分开场啊，这样动作快点。好。大爷，下棋呢？你是？我是北湖分局的，想跟您调查点情况。都问过我多少遍了，我都说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没完没了的，你说。大爷，你这下的对吗？你会下棋吗？你会吗？这么说吧，下棋呢就没输过。哎呦，你这口气不小啊！来，上一盘。那我陪您下一盘。得嘞。哎呀，我能看看你的真本事。稍等我一下啊，大爷，回个信息。好了啊，来了。哦，当头炮，打马跳。那天晚上，哦，那天晚上下大雨，雷声特别大，我半夜起来上厕所，那灯突然就灭了，哎呦，吓我一跳。说是那个路灯坏了，我们这片陈松村啊都停电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停电了。你上厕所那会儿啊，有没有听到过什么奇怪的声音？奇怪的动静，比方说有人吵架、喊。这下雨还打雷呢，能听到什么呀？好，我听见狗叫了。狗叫是哪家的？你觉得？我们附近这几家就张青家养狗了。啊。哎，你听见没有啊？我睡着了，什么也没听到。叫了多久？他家这狗平时挺乖的，那很少叫，但那天晚上叫了好多声。后来你还见过这只狗吗？哟，你这么一说还真是。我从那天之后啊，就再没见过这只狗。将死，怎么样，大爷？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我输了。我们聊聊吧。愿赌服输。来吧，我请你喝杯茶。不用那么麻烦，大爷。不是，我们直接聊就行。大爷，张青家养了只小狗，您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我以前遛弯的时候，碰见他在遛狗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那小狗啊可机灵了。啊，是吗？那案发之后，您还有没有再见过那只小狗啊？咱没见过。您再仔细回忆回忆，案发那天是去年的6月18号，是端午节。端午节。你这一说端午节啊，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来，但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啊？什么事儿？您说。也是在端午节前那么2、3天吧，我看见那个男的在路边啊，天天喂那小狗。男的啊？是这个人吗？哎，不是，那个人看起来比他大，至少50多岁了。您稍等一下。喂，师傅，有发现？那个男的是来找张晴的吗？好像不是，我只见过那男的在路边喂小狗。
但没看过他跟那个女的对过话啊。我倒是跟他闲谈了几句，所以有点印象。哦，你们还聊过天呢？对。哦，事发之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这个男的。您记得跟他说话的时候，他说话有口音吗？听着不像本地人，感觉他像哪里人？哎呦，这也不知道。这个人多大岁数啊？你觉着50多岁吧。50多岁啊。身高体重呢？人很瘦。人很瘦。哎。身高呢？身高跟我差不多。您身高多少？1.74米。1.74米。脸型有点瘦。有点瘦，对，就是方脸还是长脸？长脸，有点小长脸。长脸。还有什么很特别的吗？我就记得他戴了一副眼镜。戴眼镜的啊。他的眼镜是什么材质的？就像您这种塑料的、戴帽的，还是那种金属框？记不太清了，想不起来了。现在根据老人家的描述，那个人在案发前几天都出现在案发现场，但是案发后就不再出现了。他是凶手？只是嫌疑，把这个人找出来再说。18张。好。我这12个。谢谢，辛苦了。陈大爷，哎呦，小石，你来的正好，陪我杀一盘。期待您在下啊！哎呀，您帮我看看，之前您说的那个喂狗的人在不在这堆照片里啊？这么多呀！不是，张大爷，帮忙啊！帮忙！我回头好好陪您下啊，好好陪您下。把眼镜戴上，看仔细一点。是他吗？刚才那张，好像就是他。哎，有监控呢。这个就是2018年6月18号晚到19号凌晨的监控。停，倒回去。停，放大一点好吗？是唐轩。你们有酒店大门口的监控吗？有。帮我们调一下，就这个时间段。能帮我们放大吗？放到最大。他们像啊。是案发之前有人看见唐寻去喂狗，案发之后唐寻匆忙返回酒店，还把案发现场的狗带回来了。是个唐寻有重大的嫌疑。这份视频能帮我们拷贝一下吗？可以啊。全都要。
经过调查，唐轩去年8月因病去世。他们家还有别人吗？他没有孩子，但他老婆一个人住在绵州。老婆住在绵州。这样，你在这儿等这个拷贝视频，我回去跟局长汇报一下，然后我们去趟绵州，去唐轩他们家。好。师傅怎么样？哦，跟局长汇报过了，你收拾一下，下午去趟绵州。我不用收拾，绵州又不远。不好意思，这样来打扰您。没事，主要是我们最近在查的一个案件，跟您的先生唐寻有一些关系，所以想过来问你几个问题。案件？对。想问一下，唐先生是去年因为什么原因去世的？肺癌。去年的6月18号，也就是端午节，在那个之后，您先生有跟您提过什么事儿比较特别的吗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去年端午节，他去秦江开签售会，然后就没回来，他直接去酒店闭关写作了。闭关写作？是的。他经常一个人开车去到一个安静的地方闭关写作。他那次闭关是在哪里？方海海滨酒店。方海。最近方海有一个作家也很有名，他写了一本小说叫《黑雨》，我想您先生也是作家，他们是不是应该认识？这个人叫顾己明。叫什么？顾己明，照顾的顾，自己的己，明教的明。有跟您提过吗？我没听我先生提过这个人啊，可能不认识吧。从来没有提过。您家里养狗吗？我对狗毛过敏。那你先生有没有提起过他养过狗？我先生应该没养过狗吧？或者他有没有跟您提到过任何跟小狗有关的事情？没有，没有。您先生在方海那次闭关写的东西有没有给您看过？没有，他当时写的东西都被他毁掉了。毁掉？他平时用稿纸写作，如果写的东西不满意，他就会毁掉。那冒昧的问一下，我们方不方便看一下您先生留下的遗物？当然可以，这边请。请进吧。这个房间还是我先生生前的样子，我没有动过。那2个纸箱是他的一些手稿，还有信件，还有一些他的书迷寄来的悼念卡片。我们可以翻看一下吗？好。这些就是书迷寄来的信件。方海，这张明信片没有写寄件人，您知道是谁寄来的吗？我不知道。那我们方便带回去吗？方便，谢谢啊。师傅，咱们拿这个明信片做什么？上车怎么说？
如果唐寻是犯罪嫌疑人的话，为什么要杀张琴呢？他跟张琴之间查不到任何联系，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？还有，他突然跑去方海闭关写作，我觉得不太对劲。作家为了灵感都会有很多奇怪的行为，阿加莎就是坐在浴缸里写小说的。那也不能为了找灵感去杀人吧？方海寄来的，我看这个明信片上的字不像是个男人写的。咱们光靠这么猜没有用啊，咱俩明天去一趟方海。好。既然来了方海，先会会顾继明，看看他和唐寻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。师傅，你说顾继明会不会认出我？认出就认出呗，你怕什么？你好。你好。我们是秦江刑警队，我是江光明，这是我同事石洛，我们的警官证。不用看了，我相信你们。我们有些事儿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，方便进来吗？现在？请进吧。谢谢。请进。来，请喝水。谢谢。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二位找我是这样的，顾先生，想问你一下，认不认识一个叫唐寻的人？认识啊。他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前辈啊，只可惜英年早逝了。但是我们没有私交，只能说我认识他，他不认识我。哦。顾先生，黑羽我很喜欢。谢谢啊。我们可以聊聊您这本书吗？好啊。这书怎么了？您小说里面写到了那个案发现场是个城中村，想问问你这个城中村是怎么构思出来的？这是你想象的，还是你曾经见过这样的地方，还是有人跟你提起过这么一个地方？都不是。那个场景啊，其实是我做梦梦到的。梦到的啊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顾先生梦里还在工作。没办法，我不是写悬疑小说的。那段描写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我们就是想跟您确定这个地方是你梦见的，不是听任何人曾经跟你描述过。真的是我梦到的。不，警官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？你梦里去过的地方和遇到的人，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你会真的看到那个地方和见到那个人。明白。吴先生，这个卡片你有印象吗？我没见过。怎么了？那没事了，打扰了，我们先走了。好，我送你们。这边请。好。2个番茄，4个茄子。王爷，要不今天我试一下吧？我想试一下番茄炒鸡蛋。那您身体不行啊，让我来吧。没关系的，我可以的。番茄炒鸡蛋我可以试一下。哎，小姐！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轮椅不能这么推，下坡要反过来的。好嘞，对，谢谢啊。对不起，小姐，刚才捡菜了。小妹没事吧？刚才谢谢你们啊。
这事儿不要跟顾先生说。启明，买菜回来了。跟你说一下，后天的时间空出来。什么事儿？后天我们去拍婚纱照，我已经预约好了。这么突然啊？这个摄影师很难约的，我好不容易才约到，他只有后天1天的时间，好吗？行，听你的安排。家里来客人了。啊，2个文学社的朋友找我说点事儿。我去把被子洗了。师傅，你怎么看这个顾继明？顾继明相当的淡定啊。怎么说？一般普通人见到咱们警察，要么有点紧张，要么呢，行为有点局促。可是他非常的淡定，而且我还观察了一下他的眼神，我觉得他是认出你的。想问问你，这个城中村是你曾经见过这样的地方，还是有人跟你提起过这么一个地方？都不是。不对呀，那既然他认出我来了，为什么要装作不认识我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师傅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做？接下来去查明信片。看这上面的车是我们这寄出去的。你能查得到寄件人的姓名吗？这上面没有写寄件人，我们也查不到。不过一般来这寄明信片的话，我推荐寄挂号信，因为这样不容易丢。如果退回来呢，也能找到寄件人。所以这种明信片啊，应该是直接被塞到邮筒里的。附近还会有邮筒吗？很少，现在邮筒基本都被拆除了。这附近只有海滨路还有一个。海滨路，查一下，走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师傅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2位有预定吗？我们是秦江公安局刑警队的，我是江光明，这是我同事石洛，我们找你们负责人。好，您稍等。喂，经理。根据我们的记录显示，唐群先生是去年的6月21号入住我们酒店的。6月21号，哪天离开的？7月8号。7月8号。这期间有人来找过他吗？访客记录显示没有。这张明信片是你们酒店的吗？这个我们酒店有，是提供给来这旅游的客人的。但这一张是不是我们酒店的，那我就不清楚了，因为方海很多酒店都有这个。您看看后面这个笔记，你认识吗？这个我看不出来。唐鑫住在这儿，一般什么人会跟他有接触？那应该就只有打扫卫生的服务员了。客房服务员。对。能带我们去见见他们吗？可以啊，谢谢。来这边。2位小心点哈。小赵。哎，经理。小姐，来，你们手上的活放下。
这两位警察有点事，想找你们了解一下。你们好，张姐，你还记得去年的6月21号，有一位姓唐的先生叫唐群，是个作家，然后入住了咱们酒店，住了差不多半个月。两位警察有些事想问问你们。看看是这个人。哦，我有印象，他入住的时候脸上有伤。有伤？那哪儿的伤啊？就是额头上。好像跟人打架似留下的。而且他挺怪的也。怎么个怪法？他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他在房间里干些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这个不清楚。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了。201房间好像不是我们俩负责的。是谁呀？江娜。他跟唐巡好像挺熟的。那经理能不能请江娜来问一下？他已经离职7、8个月了。那他的手机号码有吗？给我一下。我有。小赵。哎，我记得你和娜娜关系挺好的，你们还有联系吗？经理，我们俩早就不联系了，而且我跟他也没那么熟啊。不是住一个宿舍吗？一个宿舍的也不用非得熟。那个，你还记得江娜是什么时候离职的吗？去年8月份吧。8月份。师傅是空号。还有他其他联系方式吗？没有了。哎，对了，唐巡住酒店的时候有没有带着一只小狗？我们酒店不允许带宠物入内的。哎，启明，我好久不见你，哎呦，真帅这启！哎，启明来了，快！顾哥回来了。启明哥你来了，谁？启明太稀客呀！我太喜欢你的作品了。哎呀，这不是我的顾大作家吗？那真是老虎串门稀客。哎呀，你说咱们刚撂下电话，你怎么就到了呢？你说你大忙人，这不是让我受？你们干嘛呢？不想下班了？散了！哎呀，散了吧！哎，咱们屋里聊。哎呦，还带东西，来，我来提着。哎，出名了，铁杆儿。嗨，快走吧。老黄呀，喝呀。师傅还没起啊？对，我看你没下楼吃早饭，没事吧？有点睡不醒，怎么了？刚才张警官来电话说，唐巡在方海没接触过什么人，他还会继续深挖一下。有没有去查顾启明来没来过这个酒店？查了酒店的系统，没有。行，我一会儿出来。哎，师傅，顾启明来电话。去海边？对，他说有事情要说。什么事儿啊？他说当面说。来，两位甜蜜一点儿，看看我这儿，非常好，保持这个状态，咱们对视一下，很好。先生看着自己的太太，太太看我，很好，漂亮，这个状态非常好。咱们这边补个妆。不好意思啊，
麻烦你们稍微等一下，我这个点马上就拍完了，那边有个餐厅，你们去坐一会儿好吗？好。你好，顾先生问您们二位需要喝点什么？哦，不用了，我们马上就走了。你渴啊？烫点水呢？不渴不渴。你是有朋友过来啊？对。久等啊！哎，是你们啊！你好。你好。你们认识啊？哦，昨天我回家路上轮椅差点失控了，差点摔了，还好他们一把扶住了。你怎么没告诉我呀？是怕你担心吗？有没有伤哪儿？没有。他们是……谢谢你们啊！举手之劳。他们是秦江的警察，这是我未婚妻苏珍珍。哦，恭喜恭喜，谢谢。顾先生找我们俩什么事儿？啊，是这样，昨天看这位男警官就特别眼熟，昨天晚上我才想起来，你是我师弟是吧？我上次在学校演讲，你还提问题了，是不是？你们大老远从秦江到方海，这案子不小吧？我们来工作的。那这案子是什么时候的案子？去年。顾先生，我们是有纪律的。啊，对不起啊，那个职业病，有这层关系，你们有什么问题，我一定全力配合。顾先生，你去过海滨酒店吗？没去过，哪个海滨酒店？那没事了，我们先走了，后面还有工作呢，走吧。哎，稍等。这是我签名的2本小说哦，送给你们。谢谢啊。那我们走了啊，再见。再见啊。拜拜，学弟。师傅，我们这就走了？不然呢？看他在拍他婚纱照。我还有很多东西想问呢。是你问他还是他问你啊？你真以为他把你当学弟呢？他在套我话。怎么回事啊？他们应该是在查一个案子，这个案子里头可能有个场景跟我小说里那个场景描写的有点像。这么巧？那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这就是巧合嘛。吓死人了，真的。珍珍。嗯。昨天找我的不是文学社的朋友，就是这2位警察。那你为什么不跟我实话实说呢？警察找我，我怕你担心嘛。以后有任何事情都不许瞒着我，更不许因为怕我担心就不告诉我，好吗？好了，接着去拍吧。你先去，顺便补补妆，我把账结了。小王，一会儿见。你先去，一会儿见。嗯。